同学们好，这节课我们
接着我们再来一个，还有叠加的。那么两个侧瓣叠加的时候一定要错开，不能上下相等。比如说，我们从左往右推一个小侧瓣，这是一个小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再画很多小的，往上的、往下的，那这些侧瓣它的姿态是各不一样，有上有下，有左有右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那这个就是侧瓣。那么侧瓣用在不同的位置，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练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它的姿态是千变万化的，什么样的都可以，就是呢要用到合适的地方。也可以从上往下推一个侧瓣，运笔的时候呢，轻轻下笔，往下摁下压，开始行笔往下推，然后收笔，轻轻的收。那么这个花瓣呢，造型就比较漂亮一点。要想造型漂亮，我们运笔的时候稍稍的慢一点，从下往上推，然后呢轻轻提笔提一个勾勾。好，再来一个，轻轻下笔往右推，提笔，轻轻的提笔，提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个小尖尖。好，再来一个，从下往上推。那这两个呢是叠加的，你可以成一个往上一个往下。那通常侧瓣呢就用在定位花瓣的左右两边啊。没有水分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补充一点水分，太白水啊，笔尖朝外，笔肚下压。我们还是按照色阶调，先玫瑰红，然后再调曙红，最后呢调胭脂。胭脂用的时候再调，不用的时候先可以不用调。其实两个颜色也能组成一个色阶。我们画花瓣的时候可以用两个色也可以，但真正画花头的时候，深的地方你还是要调色阶的，调胭脂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讲啊，这是侧瓣。再来一个，轻轻的起笔下压，往右推。再来一个，下压，轻轻的下压，往下推，收笔，带一点小勾勾。那这些呢全是侧瓣啊。那侧瓣可以双层啊，有2层的，有3层的。我们再画一个，从左往右轻轻推出一个小侧瓣。好，这个是往上，然后再加一笔，你看这一笔就往前走一点啊，这个是中间的。那么这个瓣组合你可以上中下。为什么让你上中下呢？你看啊，你的花头上半部分是一个碗，对吧？那这个瓣往上走，然后中间这个瓣是花头的腰线的地方，这个瓣是横着走的。往下呢，因为花头下半部分是个盘子，所以这个瓣这个3笔啊，在花头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所以一般要想花头的层次多，那你这个侧瓣就要丰富一点啊。好，从左往右推，再来一笔，从左往右推啊。你看这画的这个侧瓣，不同朝向、不同大小、不同姿态的全部都有。那现在是组合哈，有3层侧瓣组合，那这个是2层，1层2层。再来从上往下推，那这个方向可以往上往下，往左往右都可以啊。再来1层，那再来1层就不要等于号咯，错开，要不往前要不往后错一下。这个就是叠加的侧瓣。那么这个侧瓣呢，加正瓣也可以加正瓣的啊。我们这节课就先学这2个瓣啊。好，从上往下推，轻轻的行笔，然后往上往下翘。提笔的时候呢，收笔的时候收一个小勾勾。那这些全是侧瓣啊。那侧瓣的作用是什么呢？
侧瓣的作用呢，就是往两边延伸，这样可以把花头扩大。扩大之后，也要想变小，往上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同学这个花头要么就画大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这个侧瓣的时候，往左右两边延伸的过大，所以花头变大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画着画着，层次越来越多，因为一直画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形式，所以你越加越多就变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侧瓣至关重要啊，确定花头的大小，这是第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呢，增加花头的层次，所以呢，要注意啊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要符合这个花头的这个透视原理，所以这个大家牢牢记住啊。好，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呢，学习这个包法。现在我们进行花苞的包法啊。首先呢，加点这个底色白粉水，然后调玫瑰红，这个毛笔整个调玫瑰红，调均匀，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的调均匀。接着调这个曙红，曙红调1/2啊，毛笔的1/2的地方，这样有一半和之前的玫瑰红重叠了，那这样才能有色阶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笔尖现在暂时不用这个胭脂色，两个颜色也可以啊。我们先画一个花瓣，定位花瓣，从左呢往右推笔啊，从左慢慢的往右推，这个时候手有点挡着，不过大家能感觉到就可以啊。从左往右推，然后右边呢再推一个小的，左边再推一个小的，都是从左往右推啊。这个又挡了没关系，我们能看得见就行。那花瓣画成这个样子，扇形就可以啊。那这个扇形呢，就是定位花瓣，定出花头的朝向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花头的朝向在哪里呢？应该在左上方，因为定位花瓣的方向向左上方倾斜，那它的花头的方向就是左上方。我们紧接着再画一个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框出来，框出一个圆，因为花苞它就是一个圆，所以给它框出来。我们给它框一个圆啊，从左往右框一个大圆。那这个是用线去画圆的，我们牡丹花是用花瓣去画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牡丹花它乍一看呢，它就是一个圆，所以我们画花苞呢，就是用花瓣去画圆就可以。我们再来一个推笔啊，从左往右推出一个大的，在左右两边各推一个小的，那再给它框一个圆。那这个花头的朝向就是右上方，右上方。我们还是画一个圆。那这些呢都是花苞啊，我们都是用来画花苞的。颜色不足回去补充颜色，还是按照色阶去调。那这个呢，左上方右上方，再画一个右下方左下方的啊。调色始终是按照色阶去调。好，画从左往右推，继续推，好，推一个小的，左边再往右推，又推出一个小的。那这个呢，又是一个定位花瓣，它花头的朝向呢是右下方。好，我们左边再推一个，那这个呢是左下方。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出来，左上左下右上右下4个方向都有了，这就一下解决了我们花头朝向的问题。花头呢向左向右，以后大家无论画什么朝向的花头，先第一步把定位花瓣画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。那这个定位花瓣画出来，花头的朝向也明白了。
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包一个花头呢？这现在就要用到侧瓣。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定位花瓣，现在就是侧瓣喽。从定位花瓣开起笔，往右推笔，推出一个长的侧瓣，左边再推一笔，就等于左括号右括号似的，把这个花头包起来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画。好，切一下这个切瓣，笔尖一定要尖。好，继续画侧瓣。那这个侧瓣呢，可大可小，可胖可瘦，从左往右推出一个小的。好，继续推一个小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圆先包起来哈，我们是用了花瓣去包圆的，所以牡丹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学习非常简单。虽然今天对于大家来说是第一节课，但第一节课收获应该是很大的。那中间空白的地方呢，我们调一点点玫瑰红、曙红，把这个瓣切出来。怎么切呢？沿着外围花瓣的边缘线去切，不要贴得太近了啊，稍微的要留一点距离。如果笔特别干就可以不留，那个外围的花瓣干了就不留，如果是湿的你就得留一下，要不然两个颜色染在一起模糊不清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隔一定距离。好，我们继续切第3层花瓣。那这个花瓣就基本上就切好了。那么中间白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切一层小瓣，再继续切一层小，这个就等于包起来了。越往里面颜色越深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像这种切瓣完全靠这个笔尖啊。如果是新手新同学呢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笔尖很重要。买笔的时候就要买这种尖毫的，尖儿尖尖的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换一支笔。换一支笔呢，调这个胭脂色，我们把花心切出来。好，慢慢的填充一下，这样就可以，这花心就画好了。然后外围的这些大花瓣该怎么办呢？加点清水，笔上加清水，调玫瑰红，调曙红，再调胭脂，那这2个颜色呢就出来了。我们继续补充颜色，还是调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色。这个胭脂色我们可以多调一点啊，多调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画后面的这个正瓣。正瓣的颜色通常要比反瓣的颜色要深，因为它是在里面，它受到这个光线的影响，所以它颜色比外面反瓣要深一点。那么今天这是第1节课，就讲了一个正瓣，就讲了一个定位花瓣，一个侧瓣。那这个正瓣还没有讲，正瓣就是花瓣的正面，叫正瓣。你看我们因为这个背面的花瓣呢往上卷着，所以把正瓣包裹在里边了，所以正瓣就是花瓣的正面啊，大家理解清楚。那这些小细节的地方，我们笔尖调一点胭脂，慢慢的推一个大瓣，那这一笔就是正瓣。先管大的啊，细小的地方回来再修调整就可以。好，我们继续调颜色，补充一个正瓣。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颜色干净，
调的比较均匀，用笔呢肯定。好，继续。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大瓣，我们可以继续调玫瑰红、曙红，调胭脂，进行画一个大的正瓣啊。好，推一下就推过来了。那这个瓣呢，就是正瓣。那么通常花牡丹呢，其实把这个花苞画好了，那么大花冠呢就能画得好。那我们这个就是花冠中的一部分，就是上半部分，属于那个碗的那一部分，还没有完全开放的，那上面那个就叫花苞。等它完全盛开了，那就成花头了。所以要想画花头，先从简单的花苞开始画啊。虽然今天是第一节课，我估计很多同学到这个地方应该已经会画了啊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每一次调色啊，都是花了老多时间呢。所以要想把牡丹画好，调色是第一关啊。画牡丹就5个步骤。那么哪5个呢？第一个就是调色呀，家人们。第一个是调色，第二个是把花头画好，第3个把叶子画好，第4个把枝干画好。那第5部分呢，构图画好。那第6部分呢，创作示范。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呢，就是按照这5个步骤来的。所以每一个步骤大家都必须要用心的去学习，去练习。很快你们就能自己创作了。我们这个已经画完了啊。上面一个我们可以继续给它包出来啊。这节课呢多包几个，我争取让大家呢1节课就能学会啊。那么花苞学会了包，那么花头就很快就会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画侧瓣啊，上面一个从下往上推出一个长溜的侧瓣。好，继续推，你看左右两边的侧瓣。那这个侧瓣你可以往外撇一点啊，你可以画双层的这个侧瓣。刚才给大家讲过，这个侧瓣呢，你可以错落有致，可以双层的，也可以单层的，也可以有3层，上中下，承上启下。你看这个侧瓣已经包好了，我们可以再加1层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中间空缺的这个白色的地方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继续画，调颜色啊，老规矩，调颜色，色调好了才能画得好。那这一块呢，我们继续侧瓣包过来啊，让它围成一个圆。所以呢，画牡丹就是用花瓣去画圆哦。我们希望每个家人们呢，看完了动手画一画啊。好，中间这个地方叫切瓣，切的时候笔尖要尖尖的，并且呢要调的颜色比外瓣的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点。所以这个笔是很关键的哦。如果新手第一次不知道画什么哈，你就选用买这种笔，长一点，5公分长，尖毫的毛笔。然后呢，后面啊继续加一个正瓣啊，正瓣。那么什么叫正瓣呢？就是花瓣的正面叫正瓣。好，画一个大的围过来，那这个花苞就很快就画好了。那这种方法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啊，最简单的方法，全网最简单。因为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法去做，更能让人学得会，更能节省更多的时间。如果一开始画一堆花瓣不会用，那这个牡丹就画不出来了。就是就是讲老师给大家讲的东西能够被实践出来的，能够被画出来，那这个方法就管用。所以呢，我画牡丹都有自己的经验在里边，
这个呢，跟其他老师是不一样的啊，因为我真的是动脑筋在画画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呢新手啊快速的入门，因为当时我画走了太多弯路了，我不希望大家走弯路。你看这个也是这个正半啊，正半颜色加深一点，调色总是3个色阶同时调。像这种呢，笔尖还是要加胭脂，少不了。好多人不敢加，其实就大胆加，要真的画坏了，再铺一张纸画就好了。你看这个外面的这个正半啊，你看颜色一深，这个花瓣的层次就这样画出来了。你看左边应该还加一笔啊，左边有点缺感觉，左边那个圆线的地方。其实画牡丹就这么简单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家人们，我每一次的调色好像都要调好久似的，因为它确实需要调老久，要想把颜色画好，花头画好，调色是第一关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盘子里调啊，就是让你们看到，就是不论画了多少年的人，他调色也是要一点一点的，一个色一个色的调均匀，再去调另一个颜色，这样颜色才能均匀啊。所以画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成一个渐变色。如果一开始你不注意这个问题，你就会忽略它，到后面就改不了了。所以家人们一定要仔细啊。这个瓣补了一笔好看多了，这个花苞好看多了。你看，如果是要把它画成花头，我们下面继续加花瓣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花苞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，等它以后完全盛开了，它肯定就成花头了哈。我们现在就画花苞，那这个是右上方的花苞，所以家人们有没有仔细看呢？就是定位花瓣就决定花头的朝向，以后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解决，就是一下就第一节课就解决了你的朝向问题。紧接着呢，我们把花心补一补啊，花心呢用胭脂去调啊，用胭脂去调，然后呢切出来，这个颜色稍微重一点就可以，再加一点啊。这是花心部分，花心部分颜色越深越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花心一般最后都要点这个花蕊吧，那花蕊是比较浅的颜色，它必须要通过花心深的颜色来衬托，所以呢大家放心的去填就行了啊。好多同学在这一步不敢，他担心这个颜色深了破坏了这个花头的美感，其实不用，真的是可以平涂的啊。但是平涂的时候，你把花瓣4个周你先把它切出来，然后中间的地方你用胭脂去平涂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调颜色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左上方的这个花苞补上哈。我们也是先画定位花瓣，再加两边的侧瓣。这个地方有点挡，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就是画的侧瓣啊。从右往左推，这是第2层啊，这是花苞的第2层，有点挡，但是画法跟前面几个都一样啊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往里切，还是要继续调色哟。我们把这个正瓣画出来啊，后面的这个正瓣，你看这个瓣呢，细节的地方是调整一下啊，后面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正瓣。其实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象到，你看这包起来像不像一个碗？它其实就是一个碗，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碗，你看中间白的地方就相当于这个碗开了口嘛。那开口后面我们可以用侧瓣去包，也可以用正瓣去包。我们有很多画的是这个侧瓣去包的，那这个呢可以用正瓣啊。我们今天画了，其实每一个花苞就相当于一个花头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要有所变化，虽然是第1节课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也许有点难度，但是方法很简单，应该理解了啊。其实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圆，用花瓣去画圆，
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运笔可能大家得多练一练啊。虽然第一节课呢，讲内容挺多的，但是大家练习工作也应该很多。你至少像这个至少要练个1个周吧，花瓣的运笔呀，然后这个花头的包法呀，还有调色呀，你这个磨合1个周吧。尽管你可能1个小时都明白了，但是手上功夫达不到，所以你还是得练。所以很多同学说，老师我看会啦，我手就不会。手不会，那手练得太少了呗。手又不是像大脑一样，他立刻能明白。他明白了，他也做不到。他必须要练手头功夫，就跟写字一样。同样是手，别人写得好，咱写得不好，什么原因？咱练少了。我们后面这个继续包一个啊。你看后面我就用了一个大瓣，一个大正瓣，直接包过来了。那这个呢？包一下啊，继续包一下，用正瓣。你看这个很典型的一个碗呐，一个吃饭的碗，可以继续包啊。你看中间颜色要深，就是往里切的时候，这个瓣呢要一层比一层的深啊，所以胭脂多调。好，继续切，切的时候笔尖要尖。可以把外围花瓣这个造型调整一下，其实切瓣很重要的啊。我们继续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玫瑰红。你看我们这个玫瑰红有点完了，我们必须要重新加一点。每次加呢少量多次的加，因为这个颜色干了就没法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调玫瑰红，调全部啊，笔肚是全部调玫瑰红。然后呢还是第2个颜色是曙红，那这样就是一个色阶。你看我始终按照色阶调，你看我的花头颜色过渡就很好，就不会出现那种笔触啊这个颜色不均呐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第1节课这个内容挺多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包。你看左边右边各来一个侧瓣，把侧瓣完全包好，然后再切里边的花瓣。好，继续画一个侧瓣，从下往上，左边再来一个从上往下，然后呢中间用一个正瓣。你看完全就包好了，只需要几笔呢？2个侧2个反，这就4笔加一个定，5笔花瓣就画出来了。现在切瓣啊，切瓣颜色要深，慢慢的沿着外围花瓣这个弧度去切。我们可以用碎笔啊，比如说一个大瓣你完不成，你必须要有很多小瓣来完成，那你就用小瓣，就是衔接的地方要留有距离。好，再切一个，那这是第2层花瓣。那花心的地方呢，可以继续往花心的地方去切。好，你看这是就切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修补一下啊。不明显的地方呢，调整一下，始终是有胭脂在里边调整。中间用胭脂来填充一下。好，继续填充。继续填充，这就填充好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哪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啊？笔尖蘸胭脂去切个小缺口出来，但是一定要颜色要干一点。我们现在呢加点清水调玫瑰红，再调这个曙红，调胭脂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后面这个白色部分，这个正瓣把它填充完整。从上往下推笔，然后呢再从下往上再推笔。你看这个颜色稍微一深，这个正瓣的颜色就出来了。好，再来一笔，推笔啊，推瓣，再推一个，
其实这个画起来就不难了。现在是第1节课，希望大家呢有所收获啊。这是花苞的包法，我们只学了2个花瓣就开始运用了。那其他花瓣呢，我们在下节课再讲。因为先讲2个瓣，让大家先用上，学以致用嘛，学一个用一个啊。就是老师教的东西，学生能实践出来，那说明我教的东西有用。如果我教的东西不能被实践出来，或者是根本就听不懂，那就没法下手。所以呢，我教会了，你听懂了，多练练就没问题啊。学习嘛，就是要温故而知新，每天学一点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天认真一点点，肯定后面就越学越好，越来越有兴趣。画画就是这样，兴趣来了，你入门了就表示。如果没有入门是没有兴趣，后面就画着画着就画不下去了，或者就懒得画了，那就是兴趣不够浓。我们每天忙完了重要的事情，有空下来，每天最起码要坚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最少的。你看这个瓣画的多漂亮，我们加一点外围，加一点瓣就可以。其实这些都可以画花苞的，如果空间够的话，你看再加下层的花瓣，那花苞全变成花头了。其实花苞会画的，花头就会了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讲的内容挺多的，再接着往下讲啊，希望大家有耐心的听进去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朵花哈，你看定位花瓣、侧瓣，后面就是加了大花瓣，这才成了一个花头。那么你看花苞，我们刚才画的就是花苞的部分，所以呢变成花头，外围加大花瓣就可以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是如何去包花苞，我们紧接着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结构吧。你怎样去理解它的层次，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个立体感。我们在画花头的同时，如果变换了别的姿态、别的颜色，咱们还能不能画出来？那么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透视，把这个结构给大家再多讲一点啊。那么首先你像我们这个花苞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碗，你看这就是一个碗。那么后面大花瓣呢，就外围的大花瓣就相当于一个盘子。那我们现在把盘子和碗呢都给大家画出来啊。那我们这里面再画一个小碗吧，大碗套小碗，小碗套大碗吧。那大碗是外围的，那花心呢是里面个小碗，小碗不是有个缺口吗？有个大的缺口，这个碗口就是花心。那下面是一个大盘子，我们盛开的花朵就像这个盘子一样往外展开，盛开了就打开了，那这个时候这个花瓣就是正面啊，所以我们一般叫它这个正瓣，正瓣就是花瓣的正面。那正面是盛开的，那背面肯定就看不见了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涂上颜色，让大家理解一下啊。因为画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这个，因为我们画的不仅是这个包菜式的，以后有这个大富贵啦、绣球啊、赵粉那种花头，如果这个不理解就没法画了。所以我先涂个颜色，让大家仔细看一下，理解一下这个透视哈。我现在涂的这个红色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定位花瓣，接受光线的这一面。然后呢，白色的2个椭圆的那个是正面的花瓣，我们用深色来表示啊。
深色来表示。就我们画这个牡丹花呢，它一层一层呢，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立体的东西去画，你不能把它看成平面的，平面的你就不能理解。所以我们把它画出来，用颜色填充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花心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用的胭脂啊，用胭脂来画，给大家涂一下，大家能看能理解是最好了。先理解一下，大碗套小碗套大碗。好，我们大家能看出来吗？这个后面这个深的，就是深下去的，就是属于花头的正面。你看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花头打开了，你能看得见背面，你也能看得见正面，正面往下伸展的。好，这空白的盘子部分呢，就是它这个大花瓣，大花瓣是往外舒展开的，全部打开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不？这个是往外打开的。然后我们下节课我们可以把它继续讲解一下，用花瓣来表示哈。我现在涂上颜色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立体的感觉。好，这是画心的地方，一般我们就在这里出纸，像不像一个帽子？那大家能理解就好啊。那上面是碗，下面是盘子，所以画牡丹这个立体感怎么来，就这么来的啊。画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透了，那画其他的任何什么绣球啊、罩粉啦，太简单了啊，其实比包菜更简单。其实这种很难的。你看上面呢，我给它标出来啊，上面你就把它看成一个碗，下面呢就把它看成一个盘子，这样脑海中有这个印象了。下次你画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去画花头了，颜色怎么安排。你看后面呢是正版，颜色深，前面呢是反版，颜色浅。那这些颜色深浅靠什么东西来衬托呢？光线。如果没有光，这些任何颜色都是一坨黑。所以呢，光源对颜色是有影响的。光源照射多的地方颜色亮，被遮挡的部分呢颜色深。所以你就能理解前后关系，深浅变化怎么来的。那这一节课呢讲的内容挺多的哈，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多加练习啊。老师这个课程是全套系统的课程，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节啊。希望呢喜欢的同学坚持下去，继续学习。有不懂问题呢可以来我们的粉丝群里问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